只要你不是前来求取长生不死之秘的开放包容的仙州，基本都会对你敞开大门。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被当地人称为化外民。罗刹正是这么一位来自天外的行商。他待人和善，医术精湛。要说有什么特别的，或许就是他身后背着的一口棺材。不知为何，看见他这副尊容，我总是感觉他在谋划着什么。对于如此神秘莫测的角色，我们节目组采访到了一位仙州本地的热心市民李女士。大家好，叫我素商就可以了。听说素商小姐与罗刹是在一场抢劫案件上结识的。那个弱不禁风的外乡人背着那么大的箱子，坏人不劫他劫谁？嘿嘿，幸好有本姑娘仗义出手，才阻止了一起抢劫案件。但实际上，在反抗劫匪的过程中，罗刹也发挥了关键的辅助作用。且听我细细介绍。罗刹是丰饶命途的虚术属性角色，他身怀玄妙的医术和优雅的剑术，同时掌握着赐予与夺取生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。他这么厉害？可不是嘛！罗刹的普攻黑渊的极刺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虚术属性伤害，消耗战绩点数，释放战绩白花的期望。罗刹会基于自身的攻击力，为指定我方单体回复一定的生命值，并使自身获得一层白花之刻。当我方任意单体生命值低于一定比例时，罗刹会立即对其触发一次等同于战绩的效果，此次触发不消耗战绩点，该效果在一定回合后可再次触发。那这个白花之刻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当白花之刻达到2层时，罗刹会消耗全部白花之刻，展开结界。处于结界中的任意敌方目标受到攻击后，释放攻击的我方目标将会基于罗刹的攻击力回复一定比例的生命值，结界效果持续一定回合。解锁特定刑器之后，释放战绩时，罗刹还会解除指定我方目标身上的一个负面效果。释放终结技归藏的岁愿，罗刹将解除所有敌方目标一个增益效果，并对敌方全体造成虚术属性伤害，同时使自身获得一层白花之刻。原来他身后的大箱子装的都是些乌漆麻黑的东西，难怪不怕劫匪打劫。我认为他不怕打劫的底气应该不是在货物的价值上。在探索过程中，罗刹使用秘技愚者的悲悯之后，下一次战斗开始时会立即触发天赋。解锁特定刑技之后，我方攻击处于结界中的敌人，除攻击者外的我方目标将基于罗刹的攻击力恢复一定的生命值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！素商小姐啊，我们姑且是邀您来介绍罗刹的，你以为自己是来当捧哏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他藏了这么多实力嘛。我们还是说回劫匪的事情吧。身为行商，解决路域劫镖之途也早已是罗刹驾轻就熟的日常。面对多名敌人，罗刹没有丝毫胆怯，协同队友与敌人展开了战斗。在持续的战斗中，队友的生命值降低到了一定比例，由此触发了罗刹的战绩。而且这次战绩是不消耗战绩点数的。此时罗刹释放终结技，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获得一层白花之刻。加上之前释放的战绩，那个什么白花之刻也收集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，罗刹就会展开结界。受益于结界的增幅，我方角色在攻击时还会回复一定的生命值，敌人也在持续的消耗中走向末路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几个劫匪来势汹涌。喂，来势汹汹。所幸本姑娘反应敏捷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了攻向罗刹的攻击。千钧一发。打败了劫匪之后，我就被邀请到这里来了。你们这里好豪华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您的到来确实让这里蓬荜生辉。我这个成语没用错吧？用错了。